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在人民日报专访中表示，演员先做人再演戏。网友，这才是流量明星该有的样子。程毅接受人民日报专访的内容上热搜了。看完之后，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：为什么现在很多演员演戏那么假？答案可能就藏在程毅说的那句“先做人，再演戏”里。你们发现没有？这几年，但凡能让人记住角色的演员，都有个共同特点，他们戏里戏外是统一的。程毅拍《莲花楼坠海》戏，眼球见血，还坚持继续拍《天地剑心》，每天挥剑500下，把12套剑招练成肌肉记忆。这些细节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对表演是真的虔诚，不是装的。反观现在某些流量明星，台词靠配音，打戏用替身，数字人抠图，连最基本的职业素养都没有，凭什么让观众相信你演的角色？观众又不傻，你敷衍角色，观众就敷衍你的作品。更让我佩服的是程毅对侠义精神的理解。他说侠不是武功高强，而是担当，小到扶老人过马路，大到为国为民。这才是真正理解了文化内核的演员该有的格局。你看现在多少演员把侠理解成了打打杀杀的特效秀。再说说那些细节，跟工作人员同吃同住，把护膝借给5行兄弟，拒绝综艺刷脸和绯闻炒作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，恰恰暴露了一个演员的人品底线。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，有人选择接地气，有人选择高高在上，差距就是这么拉开的。从跑龙套被质疑不适合演戏，到现在3年3部爆款剧，程毅用作品证明了什么叫演技是可以用时间打磨的。他说过去不纠结，未来不知道，把握住当下。这种清醒在浮躁的娱乐圈太稀缺了。我就想问，如果每个演员都能做到先做人，再演戏，咱们还会有那么多烂片吗？程毅在人民日报专访中表示，演员先做人再演戏。网友，这才是流量明星该有的样子。一句先做人，再演戏，击中娱乐圈的痛点。近日，程毅接受人民日报专访的内容登上热搜。采访中，他的一句话让无数网友热泪盈眶，演员先做人，再演戏。短短8个字，却像一记当头棒喝，让人重新思考如今娱乐圈的浮躁与虚假。程毅没有花言巧语，也没有刻意煽情，他的语气平静，甚至有些朴实，但那种发自内心的真诚，让无数观众感受到他是真的在热爱表演这件事。网友纷纷留言，这才是流量明星该有的样子。看完程毅的采访，我终于明白什么叫演员的修养。为什么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能引发共鸣？因为他道出了当下许多演员最欠缺的品质：敬业与真诚。从跑龙套的小演员到爆款专业户，他靠的不是运气。程毅并非一出道就红的幸运儿，他在横店跑了多年龙套，默默无闻。那个时候，他没有背景，没有资本，也没有热搜资源。早期他被人评价为不够帅、不够有辨识度，甚至被剧组劝退过。但他没有放弃。别人拍完一场戏回酒店休息，他一个人留在片场练台词，揣摩镜头感。别人嫌武打戏辛苦，他主动要求多拍几条，只为把每个动作做到极致。拍《琉璃》时，程毅在烈日下穿着厚重的戏服连续拍摄12小时。为了一个坠崖镜头，他亲自上阵，从悬崖边跳下去，结果眼球见血，胳膊擦伤，却仍坚持完成镜头。导演劝他休息，他笑着说：“不用，戏还没拍完呢。”到莲花楼，他依旧如此。为呈现一场坠海重生的戏，他浸泡在冰冷的水里反复拍摄，嘴唇冻得发青。工作人员心疼他，
他却说，观众只看结果，不会知道过程。我要的是那个真实的瞬间。还有天地剑心的拍摄期，程毅每天坚持挥剑500下，把12套剑招练到肌肉记忆。剧组武术指导都惊讶地说，他练得比专业武行还狠。有人说他是苦行僧式的演员，也有人说他太轴。但程毅自己淡淡一句，我只是想对得起观众，对得起自己。演员的敬业不是口号，而是习惯。在娱乐圈，敬业这2个字已经被说烂了，但能真正做到的，凤毛麟角。许多人嘴上喊着角色至上，背地里却要求替身，拍戏靠特效，连走几步路都嫌累。台词不会背，用配音代替，打戏太苦，让替身上阵，有的甚至爱数字人全程抠图完成。这样的演员，演的到底是戏，还是一场自我营销？观众不傻，他们能分辨出谁是真努力，谁是装模作样。程毅能被观众信任，被行业尊重，靠的就是那份真。他从不喊口号，也不玩噱头。他说，表演不是取悦别人，而是理解人。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却是许多演员终其一生也悟不透的真理。演戏是一门艺术，更是一种修行。修的不只是技巧，更是心性。程毅的先做人再演戏，其实就是告诉同行，一个人若连做人都不端正，又怎么去塑造一个正直的角色？侠义精神与演员的担当。在这次人民日报的采访中，程毅还谈到了侠义精神。他说，侠不在于武功高低，而在于担当。这句话看似谈角色，其实是在谈人生。担当2字，是他理解演员这个职业的核心。小到片场对工作人员的尊重，大到对作品的负责，程毅始终以一颗谦逊的心面对每一个人。拍戏时，他与工作人员同吃同住，下戏后，他把自己的护膝借给武行兄弟。有粉丝围堵，他会劝大家别挤，注意安全。面对综艺邀请、商业代言，他从不盲目接，只挑与作品契合的活动。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，恰恰体现了他的人品底线。如今的娱乐圈，有人靠绯闻炒热度，有人靠综艺博眼球，有人靠团队营造人设。流量时代，真诚反而成了最稀缺的品质。而程毅选择的道路是沉下来，扎进去，用作品说话。他拒绝频繁上综艺，是怕被娱乐化；他不爱营销私生活，是因为觉得演员的价值不在热搜，而在角色。网友评价他不属于话题制造机，却属于作品时代。从被质疑到被尊重，他用作品回答一切。回顾程毅这几年的成长之路，从琉璃沉香如屑到莲花楼赴山海天地剑心，他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在刷新自己。起初，质疑声不断，程毅不够红，资源一般，气场不强。但他没辩解，也没抱怨。他用一部部作品，一个个角色，让质疑变成掌声。琉璃的司凤让他走进大众视野，沉香如屑的应渊让人见识到他的温柔与坚韧，莲花楼的李莲花则彻底奠定了他古装实力派的地位。角色一个比一个难演，但他都凭细节打动人心。有人说他演的角色都有一种安静的力量，那种力量来自他对角色的真心，不是演出来的，而是活出来的。在一次粉丝见面会上，他说，过去不纠结，未来不知道，把握住当下。这句话看似平凡，却透露出一个演员的自省与清醒。面对名利，他不焦躁；面对争议，他不辩解。正因如此，他走得稳，也走得远。观众想要的不是完美人设，而是真诚演员。为什么程毅的采访能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？因为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，观众太久没有看到一个真正沉得下心的演员了。我们见惯了假演技、假情绪、假努力，见惯了那些只为热度而拍戏的人。
而程毅的存在就像一股清流，他告诉所有人，演员不是明星，不是商品，而是讲述人心故事的人。当一个演员尊重角色、尊重作品、尊重观众，他自然能赢得真正的喜爱。程毅用他的行动重新定义了流量的含义，不是靠话题制造，而是靠作品积累。正如网友所说，他不是不红，而是不靠炒作的红。真正的演员从不怕被时间考验，娱乐圈从不缺明星，缺的是演员，不缺热度，缺的是信念。程毅的那句"演员先做人，再演戏"，不仅是一句告诫，更是一种信仰。他提醒所有从业者，演戏不是捷径，而是一条需要用心血铺成的路。有人靠炒作火一时，有人靠作品火一世。时间终会淘汰浮华，留下的只会是那些用心的人。程毅走到今天，用行动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演员从不害怕被时间检验。